3个口都可以启动快充，并且不挑线和多口不断连的技术很亮眼，烤鸡温度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加分项啊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全协议充电器你们要看的 JKMK 来了啊，好多的朋友都在评论区下面留言想看这一个，我就给大家准备一期这个视频。无界的又是一个全兼容的充电器啊，这个充电器测试表现会怎么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你们想看的我尽量安排，我更新视频的进度肯定跟不上你们想看的节奏，所以说请大家包涵一下。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拆视频的内容的朋友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拿到这个充电器，第一感觉又是一个赛博风格的一个包装， JKMK 的标识，充电头的标识，型号 JK13，100瓦氮化镓，多协议智能匹配。背面跟前面是差不多的啊，规格信息印在了侧面，这边是品牌的 logo。这个充电器当然我拿到手，我也是使用了几天过后再来做的这个视频。盒子已经打开了，内部没有充电线，我直接拿出充电头吧。充电头固定在这个黑色的卡座里面，装充电器用的是一个泡沫袋子，说明书合格证不知道被我弄哪里去了。这个就是充电头本体，整个外观的话有点像 OPPO 的风格啊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无界的一个 logo， 这一面也有。折叠插脚的设计，3个充电口，氮化镓标识，品牌的 logo， 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橙色，做了图案纹理的，这样看的话还是比较精致。充电器的宽度63毫米，厚度31毫米，高度是62毫米，连折叠插脚的高度一起79毫米。充电头连包装一起214.5克，单充电头的重量171.5克，重量还是有的。内部用料怎么样？拆解篇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详细的用料。充电器表面是做了一种纹理的处理啊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碳纤维的材料一样。我把细节给大家展示出来。这就是充电器的一个简单的外观介绍。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及它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是规格信息 ，JKMK 氮化镓充电器，型号是 JK13， 输入规格220伏，不支持110啊。输出规格 A 口，最高功率12伏 2.5 安，30瓦的功率啊。C1 口，最高功率20伏 3.25 安，65瓦。C2 口，最高功率40瓦。这里是多口功率分配，我们后面测试多口的时候再测试吧。这个充电器的总输出功率是设定在100瓦。制造商是东莞市嘉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3C 认证，中国制造，海拔小于2000米以下使用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双路绝缘，室内使用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然后我们就是来测试一下这3个充电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Type-C 1口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。第一个就是私有协议啊，蓝厂的，功率最高支持到120瓦。高通 QC 3.0 5伏9伏12伏 3.6 至20伏，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，华为 SCP 的22瓦功率，三星 AFC 也是18瓦功率。下面则是 PD 3.0 65瓦，小米私有协议的120瓦。PD 3.0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65瓦。PPS 档位有2个，3.6 至11伏的6安，3.6 至20伏的6安，这个功率有点高啊。然后 DCP 则是基础功率。然后这是 Type-C 2口的协议的情况，同样有蓝厂的私有协议，这里就变成了一个22瓦的 QC 3.0 的5伏9伏12伏，华为 FCP 的最高功率18瓦，华为 SCP 的这里写的是100瓦，反而比 Type-C 1口更高了啊，咱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三星 AFC 还是18瓦。下面则是 PD 3.0 的45瓦协议，点进去的话，固定档位最高是20伏45瓦。PPS 也有2个，3至11伏的3安，3至21伏的2.25安。然后 DCP 则是基础功率。然后这是 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，只有一个 VFCP 7至11伏啊，功率是22瓦的。然后 DCP 是基础功率。以上就是咱们检测出来这个充电器所有协议的情况，检测出来的协议跟实际的兼容性还是有区别的啊。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来验证一下它的快充兼容性的情况。首先是从米家的设备开始。首先我们来看 Type-C 1口的情况，显示的是67瓦 Max， 咱们手头上只有一个67瓦的手机啊。我们看一下67瓦它可以跑多少功率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0瓦左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是9伏左右的电压啊。
然后这是 Type C 2口的情况，可以启动 PP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-4瓦的样子。我们再来看 A 口的情况，走的是高通 QC 的协议，功率在10瓦。这样测试来看的话，它这个米家的私有协议仅仅是写在 Type C 1口的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华为的兼容性怎么样。Type C 1口显示 Max 66瓦，这个是启动的华为的 SCP 啊，真实功率已经跑到42-3瓦，也跟华为的原装的66瓦的真实功率低那么一丢丢。Type C 2口也是显示的 Max 66瓦，最高功率也就是跑到29瓦左右啊。然后这是 A 口的情况，同样的启动了66瓦的标识，这种破解版的协议标识都是可以启动的，我们具体的要看真实功率是多少。跟 C 2口是一样的啊，大概就是29瓦左右，有可能 C 2口跟 A 口它是同一个降压模块。蓝厂的手机测试 vivo S18， 这个手机是支持80瓦的 VFCP 的私有协议啊，线材是用的 vivo 原装的 CC 线。首先我们来看 Type C 1口，闪充标识已开启，真实功率大概跑在32瓦左右。C 2口一样的有闪充标识，真实功率大概在28瓦左右，要低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 A 口，同样是有闪充标识啊，这个真实功率的话跟 C 2口也是差不多的28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是绿厂的真我13 Pro， 可以支持80瓦的私有协议。测试线材我们用 OPPO 这个小方屏里面的那一根10安线。首先是 Type C 1口，显示的是超级闪充80瓦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42-3瓦的样子。Type C 2口走的是 PPS 协议啊，真实功率大概跑到25-6瓦。我们再来看 A 口 ，A 口竟然也是显示了超级闪充80瓦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9瓦的样子啊。最后我们用这个荣耀300手机来验证一下极限功率究竟是多高啊，因为这个手机是支持100瓦的私有协议的。线材的话我们就不换了，就用这一根 OPPO 的10安线。Type C 1口100瓦的私有协议已经启动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功率究竟可以跑多高。Type C 1口最高的极限功率啊，已经跑到60瓦左右，这个是荣耀的100瓦的私有协议测出来的一个最高功率。Type C 2口也是显示的这个100瓦，这一个充电口最高功率是跑到47瓦左右。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A 口，同样是显示的100瓦的标识， A 口的功率也竟然拉到了47瓦啊，17伏左右的电压档位。大家记住，每一个最高功率的时候，它的电压档位，我们后面测文波的时候要验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对三星手机它的兼容性怎么样，可以显示超快充电 2.0 Type C 1口。Type C 2口也是显示的超快充电 2.0， A 口的话则是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啊，功率比两个 C 口都要低一点。兄弟们，兼容性测试测过来，大家看的怎么样？功率确实是很高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器主打全协议，面对的就是广大的手机用户。多口功率分配，我们就用2部手机进行做测试。我们主要以双口功率分配为主。首先是 C 1口加 C 2口的情况。C 1口我们先启动它的最大功率啊，现在已经跑到65瓦了，在它的极限功率之上。然后我们再接上 C 2口，看它会不会断连。C 2口接上去 ，C 1口是没有断连的，功率还是在这个功率段。C 2口的话已经走到了28瓦左右，两个总功率在100瓦，没有超过它的总功率。我们再来看 C 2加 C 1的情况。C 2口我们先启动最大的功率啊，拉到了47瓦。我们再接上 C 1口，一样的是没有断连，而且功率还是纹丝不动啊。这两个充电口的功率就已经到80瓦了，我们算的这个都是真实的功率啊。我们再来看 C 1口加 A 口的情况。C 1口已经跑到了60瓦左右的功率啊，我们再接上 A 口，接上的瞬间 C 1口也是纹丝不动。A 口走的 vivo 的私有协议已经走到28瓦左右，总功率大概是80-90瓦了啊。这一次我们先启动 A 口，再接上 C 1口。A 口也是纹丝不动啊，28瓦。然后这一边的话就启动了 Max 100瓦的超级快充。我们现在来看 C 2口加 A 口的情况。C 2口已经启动了47瓦的真实功率。我们从这里接上 A 口，接上去 C 2口就直接变成了5伏的基础功率。这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话，它是2个基础功率在充电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充电器内部是2路降压模块，总功率设定在100瓦。两个设备用的时候，这2路在一起的话，它是基础功率。大家肯定会想到，我一边用一个笔记本，然后再一边再插一个手机，把它的总功率拉满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充电器能不能扛得住？我们现在就是来对它进行100瓦的满功率烤机测试。大家想到的，我也会想到，我们马上对它进行烤机测试，直接拉它的总功率，看它能运行多久。兄弟们，
这个100瓦的功率运行了18分钟，它就降功率了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看得很明白。这个 C1 口65瓦的功率，在18分钟的时候就直接降了一半的功率下来。C2 口的功率还是持续在40瓦左右，一直在输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采集线采出来的温度是69.6度，我用热像仪采集到它表面的温度为71.2度，但是充电口的温度为69.5度，证明这个充电器里面的散热措施还做得很不错的啊，热量散发得很快。它的过温阈值应该是设定在70度左右，它就启动了过温保护，把 C1 口的65瓦功率直接降了一半的功率下来。现在是总功率70瓦左右，我们再继续持续的运行啊。现在这个充电器已经运行了42分钟左右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在31分钟的时候 ，C2 口开始降功率了。大家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看得很明白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降了大概7瓦左右的功率，为什么要降？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就知道了。这个充电器很努力的在把总的温度一直控制在70度左右的范围，这是充电器在自动的调控温度啊。充电器是不是都应该像这样的设置啊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现在是运行到1个半小时左右啊，还是跟刚刚一样，总功率在60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在持续的运行。温度的话，一直就是稳定在70度左右范围，控制的稳稳当当的，没有任何升，也没有任何降。这样烤机测试下来的话，这个充电器温控阈值是做得很到位的。虽然不能长时间的满功率输出，这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到位啊，不像其他的大品牌的充电器，像某克的充电器一样，直接飙到90度的温度，这个真的是太吓人了啊！这么多全协议的充电器，就这一款全协议，它的温度是控制到位了的。兄弟们，到了你们最想看的一个环节了啊！我们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。有些博主说测试文波要从这里开始测试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拿到充电器使用的时候，都必须要配一根充电线使用。没有充电线的话，我们怎么连接手机？测试尽量的贴近我们使用的设备。如果你是制造工厂的话，工厂测试的话，我建议从这里测。这个充电器它面对的用户就是各大品牌的手机的私有协议啊，也就是手机用户啊。以后这种全协议的充电器，我们只测手机的实际负载文波。大家看清楚，我测试的时候，文波的测试点是在这个仪表的输入端啊，并不是在它的输出端。所以说这个仪表它对我文波测试的结果影响是极小的。我们先来测试蓝厂的 VFCP 的私有协议，它在大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。现在是 VFCP 33瓦的功率 Type-C 1口，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我调的是5毫秒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延时分辨率越高，它的文波看得越清晰。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52.3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 Type-C 2口289瓦的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1.8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86.5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 A 口输出289瓦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117毫伏啊，平均文波是 97.8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绿厂的 VOOC 协议的文波 Type-C 1口43瓦左右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28.1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95.2 毫伏左右。Type-C 2口它走的 PBS 协议，功率在26瓦左右，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8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107.4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 A 口的 VOOC 协议，功率在29瓦左右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26毫伏，平均文波 103.7 毫伏左右。米家的米 PBS 文波的情况，我去搞了一个这个手机过来，这个是支持120瓦的功率的啊，只有 Type-C 1口可以支持米家的私有协议，启动120瓦，让它把功率跑到最高，功率已经拉到62瓦左右的真实功率了，这个是这个充电器 C1 口的一个极限。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2.7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155.3 毫伏左右。其他两个充电口没有米家的私有协议，我们就不测了。我们再来看华为的 SCP 的100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的情况。C1 口功率已经拉到60瓦左右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波。最高的时候是 159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120.4 毫伏左右。现在是 C2 口已经拉到47瓦的真实功率，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46.1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130.6 毫伏左右。现在这 A 口的文波功率在22瓦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88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81.4 毫伏左右。
这部手机有30多个电了，所以说功率拉不到多高，我们就换了一部手机，已经拉到47瓦。我们再看它文波的情况，这个转接器只能拉到20多瓦，换了另外一个转接器过来，这个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83.9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132.6 毫伏左右，没有超过200毫伏。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。这一项测试可以直观的反映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架构先进与否，还有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能效究竟怎么样。这个产品它只支持220伏50赫兹，我们就只测这一个电压档位就可以了，110伏就不测了啊。220伏50赫兹状态插电的浪涌功耗是 1.4 瓦，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它的平均待机功耗为 0.5 瓦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18.1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9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2%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30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8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40.6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8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50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9%。20伏 3.25 安6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71.7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64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0%。现在是100瓦功率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220伏输出是 115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是 40.2 加 64.5， 一共 104.7 瓦，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 90%。最高功率的时候，它的功率因数 PF 值也就是在 0.6 左右啊，证明这个充电器内部是没有 PFC 电路的。电路架构究竟怎么样，我们后续拆解的时候再看。最后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公版的 PD 协议的文波测试给大家看一下，为了咱们视频的完整性吧，这个东西不测的话，免得后面留一个遗憾。咱们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还是保持在5毫秒。现在是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6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64.4 毫伏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66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62.8 毫伏左右。12伏3安36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63.2 毫伏左右。15伏3安4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8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72.6 毫伏左右。20伏 3.25 安，也就是65瓦的功率啊，这个文波一下子就变了。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27.5 毫伏，平均文波在 306.3 毫伏左右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器还是手机用用就行了啊，我不建议大家拿去给笔记本那些充电，因为笔记本直接就是挂的20伏的档位，手机的话它没有超标，对咱们的手机是没有伤害的。各位铁子们，这款来自新品牌 ZKMK 的一款无界100瓦的全协议氮化镓充电器 ，vivo、OPPO、小米、华为、荣耀、三星都能成功触发他们自家的私有快充协议。除了小米仅支持 C1 口以外，其他品牌3个口都可以启动快充，并且不挑线和多口不断连的技术很亮眼。烤机温度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加分项啊。手机负载文波测试的结果都控制在200毫伏以内，符合国家的标准，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。但是在 PD 公版协议的负载测试中，20伏档位的文波到了300多毫伏以外，其他的档位都是在100毫伏以内。正因为这个20伏档位温波偏高，这款充电器我不推荐给笔记本电脑使用，手机、平板用用就可以了啊。各位铁子们，这些数据我全部都测试出来，至于怎么选，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你们自己的手上。请大家持续关注这个充电器，我们后续还会做详细的拆解分析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